中天主播林承佑被羁押禁见，国台办说民进党乱扣渗透帽子，不是第一次了国台办出来帮他讲话了那另外呢，沈伯洋说中共的渗透全方位的资讯，另外加上对军人心战不是只是某一部分，是全面的那行政院说呢，总预算、国防特别预算都没有排审，所以呢，国防战力遭受双重封杀。为什么？总预算里面有国防预算嘛，然后呢，特别预算里面当然为了国防预算嘛，所以呢叫做双重，都被你们砍掉了其实没有了，你原来编的预算还可以照样用军人该发的薪水还这样发了，只是呢要加的部分行政不编而已了那另外呢，这个总统泰说，我现在115年度总预算持续卡关，邀请你们来辩论，不能够让立法院挑三拣四你们10几项，你们要通过就通过，什么 T pass 真的通过你们不通过你就不通过所以这叫挑三拣四，所以呢来辩论我觉得国民党就应该立刻出来说来结果呢，民众党现在出来，黄国昌说没有关系，要辩论来辩论你不要像混混一样叫嚣，不要找理由躲起来，而且呢，台湾民主党乐于跟卓荣泰在公开的平台上，透过公平的规则，比照大选公开辩论的方式，由各大电视新闻台协调办理，全程网络直播来辩论那另外呢，这个说这个民进党说点菜是新兴计划的动资因为旧的计划照样编，去年有的照样编，新的计划这个才会被这个，因为没审预算才不能动资，所以呢，他说你这种新的计划里面是点菜的，不是全部给我通过，点这个点这个点这个那黄国昌反击说，你们是拿人民当肉票你们根本就是拿这个总预算来当肉票，要叫你编军人加薪为什么不编呢？警消的这个保障为什么不编呢？所以呢，这个你编了我们就审，不编我们就不审，僵在这个地方。不过卓荣泰我很惊讶，他会说要辩论真的黄国昌立刻冲出来说辩，你们国民党应该勇气辩你辩什么？怕什么？可以对不对？其实我刚刚就已经讲了，不是我们节目也可以办你们辩论。没错，我说赵先，我先讲是说这个卓荣泰他开宗明义先讲说，这个是总预算代表总统对于我明年们刚跟制作人讲，立刻发文请函，他们来辩论，邀卓荣泰邀请两党派人、3党派人来辩，我也可以下来辩，这样要的话，一年的愿景。那这样子很明显的，没有总预算高达3兆，却没有把军人加薪，没有把警察、消防的年金退休的部分该编齐给编进去，那代表你一年的愿景没有军人、警察、消防等相关人员嘛？你是已经自证了，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现在的总预算是你违法漏编，没有依法3读通过的预算来去做编列，所以你送进来就是一个违法的预算。违法预算一直叫说你赶快审，赶快审。违法预算我们没有办法违法审查，这就很简单。我们一直强调，你只要赶快补编进来，依法编列即刻审查。但到目前为止，他不愿意依法编列，反而一直叫嚣说是说来辩论。我说辩1万遍，我们都可以跟你辩没有问题，但是你先依法编列预算可以吗？你先把你自己的工作给做好，依法编列预算，这不是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没有依法编列，却一直在叫嚣说要辩论，却一直在情勒人民。我觉得这不知道他的立场以及他的底气在哪里。那最后真的还是要再一次强调，就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讲得非常清楚。而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是想是说 T pass 以及相关部分要先把它给通过？因为我们也不想要影响到这个人民的权益啊。即便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些部分都是可以依照预算法来去做动资使用的，而连民进党的委员都要反对。你说 T pass， 你说生育，我们在场也有几位新手爸爸，那个博弈以及那个宇翔，他们都已经先在这个月也就在又喜获麟儿了嘛。所以我们说，当我们愿意站在人民的角度来为人民好好的福国利民的政策，不要受到行政院违法编列预算的时候，我们想请教民进党的委员，为什么在立法院投反对票呢？对，参加我们节目都生孩子了，恭喜恭喜恭喜，真恭喜啊，对不对？博弈
这个宇强，还有这个怡轩，不错，恭喜你们哈，真的恭喜哇！这现在只要看到新生儿，我都觉得国家未来的希望就在上面，真的这样。都不生怎么办呢？今年说可能会少于8万呢，哇，怎么得了？以前最多的时候45万呢，对，你自己看看，40万变8万，到时候谁来当兵啊？谁来交税啊？谁来服务啊？谁来治理国家？人都没有了，怎么办？哦，这蛮麻烦的哈。来，怡轩怎么看？所以政策上面给予这些家庭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不希望看到就是行政院总是耍嘴皮。那耍嘴皮，我在讲的就是说，过去呢，我们因为他不按照通过的预算来正常编列，结果他说我们卡预算。那我们现在把相关民生经济、相关生育补贴先过 ，T-Pass 先过，他说我们挑3拣4，所以这种台语叫做保娘，他什么东西都要他讲到赢。好，那这种治国的方式就是嘴炮政治。那嘴炮治国，现在看起来他还要用这种辩论的方式跟在野党来做沟通。请问一下，卓荣泰真的有那个信心可以站上辩论台吗？我真的要讲，就是我们从来不怕辩论，而且我们也不怕辩输。今天如果你敢就这个总统大选的规格，卓荣泰你站上来，我相信非常多人想要挑战你。包括刚刚赵大哥也想要大家来辩嘛，哈。可是问题是，就算民进党政府现在辩赢了，他们会实际的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吗？就算人民在我们在野党在这个辩论舞台上面，让民进党政府颜面无光，他们还是会去做应该要做的事吗？我认为民进党还是一样厚脸皮。他们现在呢，不编就是不编。我们今天从上一次呢，这个有关于这个警消退休金的部分，台湾民众党是有发起一个团体诉讼的。到今天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收件了1300件了。也就是说，地方上面对于这个政府违法不编预算的情况是非常的痛恨的。可是呢，我们的总统怎么样？总统就是不到立法院去报告啊，让我们的总统怎么样？就是不附属啊，哈，躲在这个卓荣泰的背后，又想赖清德总统又想当好人，然后呢又想要让自己的权力一把抓，财划法不公布就不公布。那你说这样的政府，这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要如何让像我们现在年轻一辈的年轻人养得起、住得起、生得起？这个是我觉得应该要认真去看待的一件事情。好吧，对马德看起来国台办很关心啊。他们今天发言讲些什么？我们听听看。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手段打压政治异己，乱扣渗透帽子，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一党一己之私制造绿色恐怖，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遭反对。我相信一定是有记者问了啊，问他们到底怎么样，他们就这个回答了哈。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立法院要弹劾赖清德啊，那么请赖清德立法院啊报告来说明了，而且可能要询问他。总统府回函不去，不去，因为呢21就今天跟明天嘛，不去因为呢他说呢立法院没有直接向总统问责之权，也不能刻以宪法没有的义务，所以为了宪法体制、宪政体制，回函给你。立法院转院长给院长看，不去了啊。那但是呢，立法院有一个职权行使法第43条，说呢，这个弹劾总统、副总统需要经过全体立法院1/2以上提议，书面列为什么要弹劾你，然后呢，交程序委员会编列议程到院会，不经过讨论，交全委会审查。但是因为已经有1/2以上的提议了，那所以呢，审查的时候得由立法院邀请被弹劾人列席说明，可以的，所以王宏威就讲说，奇怪了，你来辩护一下，你说我不该被弹劾，讲讲理由嘛。立法院是根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43条邀请总统来说明了，而且这条也没有被判违宪呢，那为什么赖清德说这是这个是违宪呢？不是个假讯息吗？赖清德自己当起大法官来了吗？那另外呢，所以他们议场就放一个赖清德、袁世凯的人形立牌
就说为什么不来呢？难道你就那么伟大吗？那傅昆萁就说赖清德就任1年半，将来会掏空台湾40.5兆，怎么那么多呢？一个当然就是5000亿啦，5000亿就是16兆哦。然后呢，我们的外汇存底19兆，9成都买外债，主要美国债券了哦。然后呢，所以加起来就35兆，19加16，然后再加上呢这个1.25兆的国防韧性预算，还有后续还有补给啊，什么买零件的等等，所以加起来是5.5兆，这么多钱哦。那这个所以一共加起来哈，这16兆加19兆35兆再加5.5兆，所以一共呢他讲是40.5兆啊。那另外呢，这个王宏威是说不要躲在宪政下挑起对立嘛。那高市长没有都有担当啊，全部改选。那台湾为什么不改选呢？因为改选赖清德不改选啊，赖清德还继续当总统，是立法委员改选啊。这跟内阁制国家要选就一起选。哦，不一样哦，所以你不选我们选哦，先罢免我们，你也不被罢免，现在就叫我们选，你也不选哦。那所以黄国昌批赖清德说是躲在卓荣泰背后没有担当哦，用这个行政院长挡在前面哈。那民进党就笑国民党，吴思耀就说，哎，你们去要弹劾赖清德，议场空空荡荡啊，你们也不来啊哦，所以呢赖清德不来。是明智之举，因为你们也没来嘛。问题他们为什么来？赖清德不来嘛？赖清德不来，你对个人形立牌讲也没什么意思啊。我们看一下，赖清德总统于昨天20号通知函资本席不列席本次全委员会。宪政史上首次总统弹劾审查会，立法院长韩国瑜左手边特别席空缺，原本这位置要留给总统，但前一天发函变迁，选择拒绝出席。总统不来，在野党也是有备而来，搬出总统化身赖皇帝的人形看板，同时祭出假动备战。民众党的林国成临门一脚，再也成功达到法定开会人数38人。总统选择缺席，对中华民国宪法该负的责任。回顾总统被提出弹劾的原因，是去年底卓揆面对财划法复议失败，创宪政首例，不复述、不公布法律。赖清德甚至毫无担当的用卓荣泰不附属当作借口，来回避自己不公布法律的违宪责任。总统来或不来立院是他的权利，但在野党当初提的弹劾案内容也只是邀请总统到立院说明，没有明确定义要用何种形式。不过总统变迁就一口咬定立院没有问责权，作为被弹劾人，总统列席属于义务，不来也就等同放弃对外说明。我们看到了提出了弹劾，再来指责被弹劾人没有来，你认为你过得了2/3吗？所以这就是全台湾中华民国最大的假球。赖清德在历史上留下首位拒绝列席弹劾说明的总统，但蓝白或许背后要的就是为2026累积能量。来文凯，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没有进到议会，那现在当总统的时候没有进来国会。如果说我们大家没有忘记的话，在这一次的这个弹劾法令修正的时候，正恰好是赖清德总统以前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也因此其实这些条文都是在赖清德当时你也曾经参与过相关的修法，而最后做出来的一个决议。其实今天的这个弹劾，我觉得还是几个重点。也有人问啊，就说你们如果说之后国会真的没有2/3席次的话，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个弹劾？但我其实要很严肃跟明白的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从过去中华民国，我们是一个双手掌制的一个情况下，行政院长就要对于总统来做一个相关负责，也要对人民来做负责，而行政院长是没有所谓的不附属权。那你当时用一个不附属来拒绝让总统来可以拒绝公告，然后来不依法行政立法院所通过的一个3读通过的一个法令，其实某种程度上你已经破坏了宪政体制了。既然你已经破坏了宪政体制，作为我们负责任的政党以及负责任的立法院多数，我们当然要提出这个弹劾，让所有人可以在立法院里面好好的说清楚。其实如果说今天总统
你是当事人，你也可以来立法院好好的说明白嘛。你就像刚刚赵先生讲的，上一段节目有讲是说卓荣泰如果要辩论的话，大家一起来辩论啊，话越说越明啊，不会因为你讲。我们现在最苦的地方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发声管道其实是相对少的。那如果说你可以来做一个公开的辩论，只要是公平、公正、公开，我们都乐意啊。那今天立法院的这样的一个国会殿堂，难道不是一个最公开的一个说明场所吗？如果说你的被弹劾人，你真的觉得是说弹劾的理由窒碍难行，或者说荒谬的话，你大可站出来好好的说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过去这1年多的时间，快2年时间，到底手握最有权力的赖清德总统，他到底有没有想过，除了说持续要贯彻你自己的意志以外，你真的有没有想过说，好好的一些法案跟在野党来沟通，在野党来合作，我们真的来推动往前，还是真的只是想是说，反正现在已经拖到2026年了，2026年再过几个月，马上大家也不会想要讨论这些政策了，就开始讨论到人选了。那甚至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也谈到台北市长民进党会派出谁，我都觉得现在其实8、9不离10，赖清德或者是民进党，他们现在属意也就是征召郑丽君，只是在等一个过程而已。而这也可能就是赖清德最属意的一个人选。但不管如何，台湾如果说一直持续的被有权力的人这样子玩弄司法、玩弄宪法、玩弄相关的法令，置之于无物的话，那我们中华民国真的还能算是一个法治的民主国家吗？其实我觉得从宪政的这个事实来看哦，本来总统就没有到这个立法院里面去，等于是有一个备询的义务了。所以当然，总统昨天在这一个弹劾案，在今天这个弹劾案的一个说明会里面，本来这个说明会，他作为被弹劾的对象，他可以决定他到底要不要去说明啊。所以他如果不去说明的话，那当然这个蓝营跟白营可以自己在那边去讲他们弹劾的理由。但就现况来看，就是说整个这一个弹劾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政治秀了啊，看起来他只是透过弹劾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可能这一次整个2026年蓝白的一个竞选的主旋律，可能都围绕在这个上面。那如果说针对卓荣泰行政院长对于他有所不满的话，或者对于整个这个中央政府或者是施政上面有相关的一个想法，蓝白既然认为他们是占多数，而且是这个全国人民大家都支持蓝白，那就像蒋万安讲的，就倒戈啊！如果今天蓝白敢倒戈，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在未来重选一次，你有办法达到2/3，你甚至于连赖清德总统，你都可以直接把他拉下来。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认认真真的在立法院里面好好的工作，不要一直用这样子一个政治操作的方式去带风向，然后去试图影响整个国家的运作。那乃金，这民进党真的很缺乏民主素养哈。当卓荣泰说立法院不能够挑3拣4哈，所以说不是由你这边决定说你要审什么不审什么，卓荣泰他不知道吗？立法院就是可以挑3拣4啊，立法院本来就是可以决定他要审什么，他不审什么哈。但是呢，今天呢，行政院摆出一副就是很倨傲的这个姿态，你不依照我的意思来审我的这个总预算的话呢，我也是跟你这个对抗到底啊。那赖清德呢就更离谱了啊，说什么立法院呢无权对于总统问责。什么叫做问责？问责很简单，我们就字面上的意思来讲，就是追究责任。立法院有没有权利追究政府官员追究总统的责任？当然有啊。当宪法赋予这个立法院有弹劾总统之权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问责，并不是说你赖清德今天到立法院来接受立法院的备询问责，只有这种形式，当然不是这样子啊。他们刻意的要去窄化跟扭曲立法院所拥有对于我们的行政首长、我们的总统、我们的行政院长的问责的权责的范围，刻意的呢藐视国会，然后贬低国会啊。然后你至于说，在赖清德不出席的情况之下，立法院呢，除了说要发言的这个委员之外，现场没有什么人。本来立法院就是这样子嘛，哈，因为的确就是如此。你今天当你在这个总质询的时候，就是你跟这个你被质询的这个官员双方之间的这个询答，其他的委员也不能够在下面提出什么样的意见啊，哈。所以说，他就常常会形成这种。会形成这样子一个场面，就除了发言的委员之外，其他的委员都不在了哈。
那赖清德呢，今天所想要的呢，就只是单纯的，就像是美国总统到这个国会里面去国情咨文一样啊，发表一篇演说，然后我的这个党的同志呢，数度呢起立啊、鼓掌啊、掌声啊，来去打断我的演讲，他只要这样子，然后不要接受任何的询答，不管是一问一答或者是多问，然后集中来回答，他都不要，他不接受挑战，不面对他就任到今天为止做出的种种的违法乱纪违宪的一个形制，傲慢的态度呢始终如一。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个档口上面呢，依然还是举了这样子一个例子啊，从立法院啊，然后钟嘉宾委员啊等等，就在讲都说啊，那你们应该要学这个高市早苗，非常的有 guts 啊，就是宣布解散国会重选，人家是内阁制这是高市早苗，他又要他自己的这个席位，以及这个自民党能不能取得过半数的席位，他未来能不能够再组成就算自民党单独不过半。他能不能够再组成联合政府？他是进行一场政治豪赌，我们不是啊。我们今天就算这个国会重选的话，你蓝白加起来，甚至于就是说蓝单独过半，赖清德依然还在他那个位置上面，而且他还是可以照样的是任命卓荣泰。我们在大罢免之后，不就是看到这样的例子吗？所以说，民进党今天拿来去指责蓝白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激进无赖而已啊。不过基本上了哈，就是说总统府说这个违反这个宪法没有啊，我看不出哪里违反宪法。就根据这个立法院的这个职权行使法第43条，他可以邀请我，只要我通过这个案子说可以弹劾你了，那我就可以邀请你来啊，这没有违宪，这呢宪法也没有说这不行了，他把两个混在一起了，就是说他说宪法说不行，是说立法院不能去跟他们一问一答搞这东西，这个不可以。宪法说这个不可以，但是他现在没有说要一问一答，他只叫你来说明啊，那来说明立委可能会问你啦，但是问你，你可以说我拒绝接受一问一答，你可以的，但是呢，他邀请你来这个事情并没有违宪呐，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民进党委员现在常常讲，就是说那你就倒阁嘛，倒阁以后我就解散国会重选嘛。但是我就讲，我们的宪法跟乃金刚讲很清楚，跟内阁制国家不一样。内阁制是说，首相或是总理，他就是立法委员，多数党的这个推举出来的阁揆。那换句话说，如果说整个解散国会，他也要下来选了。那现在国民党委员是不愿意，是说，那你总统为什么不下来选呢？王国维前次不讲吗？你叫我们解散军队可以啊，你总统也辞职啊，我们全部来重选啊，那看会怎样？你自己想上次的选举。如果是跟欧洲一样，我们是2轮选举的话，赖清德不会当选的，就是第一次都没有人过半，第一次没有人过半嘛，然后把第1、第2名再进入2轮选。比如如果按上次的情况，这个赖清德、侯友宜、柯文哲都没过半，那就是这个赖清德跟侯友宜再选一次，你认为谁会赢？你认为赖清德会赢吗？我看很难讲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是少数总统，你选上了。然后你不辞职，你叫这些立委，很多立委可能都是超过1半当选的，50%以上当选的，叫他们辞，然后你总统不辞，那这些立委干嘛呢？洪孟凯选了个半天，超过50%以上，58%，对不对？然后叫他辞职，那你40%不辞，他要干嘛呢？这不合理嘛？这当然不合理啊！续了再回来。好，民进党最近呢蛮热闹的哈，因为黄国昌参加秘密会议呢，说把机密资料夹带出来了。那后来说30秒我就回来了，我已经发觉部队我要回来。那民进党说42秒在镜头外，一共呢有1分多不是只有30秒，而且呢后面有2个拿手机的助理，意思说可能去拍照了，有没有拍我们不知道，因为呢镜头看不到42秒所以一共带走1分15秒然后呢。躲过监视器可以翻拍所以呢，你看看起来这个可以躲过监视器了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直言让韩国瑜出来讲，他到底有没有泄密如果他有泄密那就按照立法院的规则来办；没有泄密，我们就告。其实昨天已经有人告了，昨天已经有人到这个法院去告因为昨天刚好宣判我的案子嘛，亮票那个案子那昨天是上午9点29分宣判，然后呢一宣判呢。
我也吓一跳。后来我们有个同事去，我说有人去听吗？除了你，他有啊，8个记者，一排8个记者。我那么小小孩子8个记者去听，然后呢，法官很惊讶，说你们都在听赵康案宣判吗？8个记者说是。然后宣判完了以后，哦，拘役关55天了，然后一天如果易科罚金1天1000块，就是5万5嘛，但是缓刑2年，就这可以不交，但是呢我要交公益代金5万块，哦5万块跟那5万5其实差不多了，哦等等了啊，那到底最后会怎么样？我律师不在，还要讨论一下啊。那些记者也很急，就说呢，赶快听完这个要走。我们就问他你听什么？我们要去看那个有人告黄国昌告出来，所以记者昨天上午很忙碌，蛮忙碌的哈。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已经有人告了，只是可能不是由民进党的立委来告，是由想要选议员的人去告的了哈。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说还在搞政治斗争，什么拍40秒，我哪有什么拍呢？我们看一下。10点4103秒，他走上楼梯，再回到外交委员会，然后有军官走出来的时间是10点4120秒，军官冲出来拿回他手上的资料，所以整个时间，黄国昌从国防外交委员会离开到回到国防外交委员会是1分15秒。而不在摄影机的时间是42秒，在楼梯间，因为没有摄影机，我们不知道他跟他的2位随行助理手上拿着2只手机，到底在楼梯间做了什么事情。民进党到今天还在炒作这个议题啊，就知道民进党就是一天到晚在搞政治斗争嘛，他哪里有在关心国家大事啊？哪里有在关心人民真的需要的事情啊？调完录影带了以后，陈柏阳是不是要道歉？东西是不是我自己缴回去的？来，宜萱到底怎样？好，其实呢，因为当天的确是秘密会议哦，那这个国昌委员在现场他是有质询的，那他也是很没办法接受，是国防部就是现场就是5分钟问完，然后召委就请他赶快离开。那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就是说委员在质询的时候手上一定会一堆文件，对，那这个一堆文件他被迫要离开的时候，他可能一把抓着就走了，可是他离开了这个会场之后，离开了委员会之后。发现说，他把这个机密文件带走了，他马上就又交回。所以国昌刚刚在这个受访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说，你看完那个监视器，你就可以知道是黄国昌主动交回了这个资料。那我觉得民进党其实今天他们要一个立委要去算，要去看监视器，好像这样的警察在办案一样去算，从开始到结束，好，不是30秒，是42秒。然后黄国昌在这42秒里面呢，有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开始配合很多的侧翼，甚至是支持者在说，这一定有可能在这42秒当中就翻拍了。好，就开始在进行这一系列的这一些抹黑跟造谣。那很多人也开玩笑说，难道是在演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汤姆克鲁斯用眼睛眨2下，资料就被印出来了。我觉得这已经是完全的在失焦，因为当天还是重要的是一个国防部对于我们1.25兆的军购案的报告。民进党现在出来的是告诉国人什么？是黄国昌拿走了机密资料。请问一下，国人有认真的在讨论这个国防部到底报告了什么样的内容？是不是符合我们台湾所需要的战备的武装的这些武器？是不是有把钱花在刀口上？是不是应该要跟国人的交代？他们全部一概的没看见、没听见。来，这个孟凯，我觉得不要失焦啊。黄国昌委员当然他的行为他要自己负责，因为没有办法，他就真的有带出去再带回来。那即便时间多短，以现在民进党这种嗜血性以及想要转移焦点的做法，他就变成是打黄国昌是最方便嘛，而且是最整个可以把焦点模糊嘛。但我要请观众朋友静下心来想一下，我们这一次礼拜1上午的外交国防委员会的机密会议主要是讨论什么？是1.25兆的特别预算，我们要花在哪里？要怎么用？以及是不是符合中华民国的权益？这才是重点。而这一些武器清单能不能告诉国人？你说没有办法告诉全台2350万人，但是至少你告诉我们的立法委员，让立法委员帮我们把关跟监督，应该吧？那今天黄国昌他以一个立法委员的角色身份，好好的想要质询国防部的时候，只限5分钟。1.25兆，我只能每个人问5分钟，然后问多了一句，马上那个召委就站起来，是很在赶时间，是不是？
是今天是顾立雄有赶时间，还是谁有赶时间？我们已经花了大半年时间，一直告诉你说，你把1.25兆交代一下，结果你只给他问5分钟。这第一个，黄国昌，我觉得他那时候可能也有点情绪，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能不能讲？其实以美国现在在国会通过了3000多亿的武器清单 list 来讲，是可以讲的啊。今天不是美国不让我们告诉台湾，如果说今天这一些武器真的是把钱花在刀口上，我也支持，因为我们本来就讲说中华民国要有捍卫自主的能力，我们本来就说台湾2300万人，我们要有花钱花在刀口上的能力，所以这3000多亿的武器 list 当然是可以来做讨论啊。我们也讲啊，如果说这样的话，那我们能不能逐年来讨论编列，不用一定要编列所谓的1.25兆特别预算，因为1.25兆通过了，你就等于是一个空白授权，未来它的交货期程是8年。在这8年里面，等于赖清德到2028年，假设他的任期第一任到2028年，那这个特别预算一直可以到2033年。那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这样合理吗？那最后啊，你说这些武器的部分，难道过去所谓列机密预算，那但是真的通过之后，大家也都了解啊，就像我们过去不是还有6000多亿？已经缴了钱，200多亿美金，对，要买 F-16V， 要买相关的一些部分，那现在都还没有来啊。那一些200多亿美金、6000多亿已经花出去的钱的那些武器，是不是应该才去再追一下？所以，民进党的委员如果说今天可以42秒、41秒。看黄国昌在哪里，然后这个逐格判断，能不能发挥这个柯南的精神，跟美国追一下？我们的6000多亿已经出去了，但是66架的 F-16V 一架都还没到的时候，能不能拜托行信好也吹一下吧？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民进党今天正式提名高雄、台南、嘉义县的候选人啊，而且呢赖清德批彩带，陈亭妃笑逐颜开。你看我赢啊，你猜测过批彩带吧？啊，然后呢，这个是赖瑞隆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陈亭妃一直笑，看到没？笑得很开心啊，赢了，这不简单哦。哦，在这样的这个四面的压力之下哈，能够赢不错哈。那主要呢，这边也讲说，外界特别关注赖清德跟陈亭妃的互动，那两人多次握手致意，那陈亭妃致辞的时候，赖清德也多次点头，但是赖清德的本命区，你就算再不喜欢陈亭妃，如果陈亭妃输了，你赖清德党主席要不要辞职啊？你混还是不混？当了这么多年市长，对不对？然后又是党主席，所以再怎么样，喜不喜欢你，这时候真的不重要了。赢才是最重要的。本来选举是这样，政党政治也是这样啊。那陈亭妃昨天去拜会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因为台南市议会大部分都是民进党议员啦，那要整合，但是呢，民进党议员20几个就拿出一个承诺书、声明书，叫他要跟这个之前的这个议长呢郭信良关系明确切割而且呢，这个也不能够浮选国民党籍、其他党籍。或是攻击过本党籍的无党籍议员，不能去复选，市长不能帮他站台，而且将来呢，正副议长要尊重本党团的决议，不是你市长要谁就谁哦，我们决定就谁就谁。我觉得其他都还好了，就是要跟郭信良切割这很难嘛，他本来原来我们是这个伙伴呢，怎么切割那为什么切割所以因为他这个有官司，那所以呢，林俊宪就说。赖清德会叫他签，现在议员叫他签不签？林俊是赖清德会叫他签，而且呢，这个陈亭妃就说，挺林俊宪的这些议员要找出气筒大可不必了，我不会去切割郭信良的啦，而且呢，说为什么要切割郭信良？说因为郭信良呢有官司，那如果有官司的话，民进党很多里面人也有官司我都要切割啊！我怎么可能每个什么涉及官司就要切割？那我要跟一堆人切割。民进党里面有官司，不是只有郭信良那林俊宪就说：“你陈亭妃不能装作有裂痕没有看见为什么不签？我们看一下。2026，我相信是一个非常重要，在2028的一个指标。
我们必须在台南是我们赖清德主席、赖清德总统的本命区，我们要如何让大家在2026能够稳住我们的基本盘，甚至我们要把量放大，结合更多的力量，每一个不同的党派，每一个不同的一个想法，我们都把它吸纳进来。我们要的是2028，我们在赖清德主席、赖清德总统连任的时候，我们要赢过2024我们的得票率，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陈亭妃动算，停飞，停飞，停飞，动算，动算，动算。好，谢谢大家。好，这个宇翔怎么看台南？那台南现在已经初选就是尘埃落定，所以就是陈亭妃委员就来参选台南市市长。但是当然针对这个挺林俊宪的部分议员，然后他们当然还是有一些情绪。那只是我认为就是说这些情绪不应该这样子公开的去，好像要给市长候选人难堪啦。所以我觉得呼吁大家还是冷静一段时间。那陈亭妃委员当然也是非常的心急，他也希望说可以赶快去整合，因为这一场初选，当然在台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林俊宪跟陈亭妃双方是已经都出全力了，而且双方在之前的不管是辩论相关的一个媒体上面的交锋来说，其实讲出来的话真的是刀刀见骨。那所以现在短时间内要怎么样好好的去修复，我认为春节大概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啦。那今天赖清德总统主席也已经正式的帮陈亭妃委员披挂彩带，我相信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会水到渠成，慢慢的来整合完毕。这就为难在这里了。哦，你陈亭妃现在这个民调赢了，你不去看这些林俊宪派的议员，也会被人家讲，所以你不赶快来。但是的确，就像刚刚宇翔讲的，那些议员现在情绪可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因为总有一点时间嘛。是，很多时候事缓则圆。但是你如果现在不看，他们也骂你；你去看，他们又说你要签这个跟郭信良这个等于是断绝关系的这个承诺，对陈亭妃来讲，其实也蛮为难的了哈。来，逸轩，其实刚刚我们大家一直在观察说这个披戴他的彩带的那个画面上，赖总统他的表情到底是如何？像媒体朋友们也都非常的关心哦。那当然，这个赖总统还是得要笑着迎接这个陈亭妃的提名哦，不然大家可以看到说，如果在台南的本命区这一区丢了。哦，那对于赖清德来说，他可能背后承担不了那个风险，恐怕未来还可能会有人逼宫他要辞掉党主席哈。所以台南他可能必须要守下来。那但是我们看到刚刚的这个要请他切割郭信良的这个动作，其实到底是不是代表赖清德本人？我看起来林俊宪说赖清德叫他签，他就必须要签。那这不就是人前给你开心的挂了这个布条啊？那人后呢就叫别人呢要来给你做一些小动作。所以我觉得，就算这一区是台南是这个民进党不能丢的这一区，但是呢，他们的整合还是有很大的问号啦。所以外人当然是会看看说这个民进党到底有没有办法跟过去一样说选前可能厮杀了很严重，但是呢，初选结束之后呢，就可以来大团结。好，那么团结是有两种了，一种说我真的帮你去拉票，一种说我表面上没有撕破脸，但是私下我就不动，看你自己去跑。但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昨天要这个陈亭妃签，其实等于是当面要你表态哦。我们看一下。恭喜！一见面就被高喊市长，民进党立委陈亭妃拜会挺林俊宪的台南市议长邱丽丽，两人握手言欢，亲拥肩膀，这是两派人马首次会面破冰。陈亭妃与10多名挺宪派的议员一个个握手，迈出大和解，双方密室会谈45分钟后，谈得怎样 ？OK 啦，就是我们陆续后面选战，我们再一起努力，一起打拼。不愿多谈，一句 OK 带过，但挺宪派想法大不同。很遗憾是说，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啦。除了他有部分的有口头上的承诺之外，那他并没有来联署。秀出拟定的3点协议保证，邱丽丽提到陈亭妃口头承诺的仅有第3点，正副议长选举尊重党团自主，而争议点要求与郭信良关系切割跟不能辅选其他党候选人未获回应。很可惜我们有许多议员同仁联署的签名，他在这份联署书上面最后没有签。现在气氛吗？我觉得可能大家想象不太一样了。联署单23
3人签名清一色都是挺县派，尤其初选林俊宪阵营不断提到郭信良是陈亭妃亲密战友。联署书他们有写出来，但是在谈的话，没有特别谈这一块了，真是蛮融洽的。挺陈亭妃议员帮忙缓颊，陈亭妃对此仅表示尊重，而林俊宪低调回应尊重党团意见。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的郭国文认为很遗憾，不是跟党团有很多的问题，这我尊重他们，但我们会团结所有的力量，我们国民党会团结。谢龙介神情轻松，非线之争派系恩怨短时间难落幕。所以我们看那个签署的表，20几个都是挺林宪的议员呢，在台南市议会挺陈亭妃大概只有3、5个，很少的。所以林俊宪在台南市议会这个力量其实蛮大的，但陈亭妃呢能够在全民调赢，也是有他的本事啊。来，博弈，陈亭妃委员在1月15号初选获胜后，他第一时间感谢林俊宪委员相挺，他说我们已通上电话，会在立法院当面请益。结果隔天问林俊宪，林俊宪回复说他一头雾水。完全没有听过这个事情，这我也不懂哎。对，这为什么会这样？对，完全不晓得，态度就很奇怪。然后呢，不晓得他要来请益就算了，郭国文委员以及挺林俊宪的议长邱丽丽，他们态度直接表明了，他说对于陈亭妃没有签署声明切割郭信良的行为跟做法，觉得很遗憾，态度也是很不友善。在这么不友善的情况之下，陈亭妃委员居然是很强硬的回复啊，他说如果切割要来作为，就是如果有官司要作为切割的标准的话，民进党里面很多人都有官司啊，那我是不是都要切割啊？硬干回去啊？我只能讲，现在很明显的林俊宪委员跟陈亭妃委员的恩怨没有消失，而到现在已经延续到了会不会在你说议会党团、立院党团或地方党部继续蔓延下去，我觉得不知道。但是现在很明显的，最后要做和事佬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赖清德总统、赖清德主席。什么时候才要出来调解这个所谓的纷争？如果这时间拖得越长、拖得越久，会不会造成选情的破口，让其他的人只是表面上的和谐，实际上却不愿意来支持陈亭妃委员？我觉得风险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但是不管如何，我觉得就蓝营的角度而言，他们这种不和谐的态度，撑久一点，对于我们的选举，我相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让谢龙介委员准备得更好。对陈亭妃来讲，那个破冰是很重要的哦，因为选举的时候要浮选力量嘛。第二个，如果陈亭妃将来当选了，那个议会如果都跟他对立同党的，这个很难看的。如果谢龙介当选不同党也就算了，同党的那个日子也是很奇怪。来，乃金。这个邱丽丽真的很不给陈亭妃面子啦哈，这等于也就是在给陈亭妃下个马威哈。但是如果说陈亭妃呢真的签的话，我觉得他这场选举也不用选了，这怎么交代呢？你这么过去这么长时间以来，你跟郭信良之间呢，他们彼此就像是一个政治盟友、政治伙伴的关系，他们有那么多的庄脚啊，还有关系啊，层层叠叠的。这么绵密哈，才拉抬出陈亭妃现在坚实的基层的力量，竟然能够突破德意志呢，赢得这个民调，然后赢得初选，这就是他跟郭信良的政治上面的结盟的力量的展现嘛哈，所以他也不会是那么容易的屈服啦哈。不过呢，这就是让大家看到这个民进党呢，果然呢是呢战斗力非常的坚强啊，初选已经落幕了啊，但是呢。但心中的那股气暂时还是放不下来。上礼拜在有台节目，有人问说这个礼拜3他们会不会有互动，甚至有没有办法拉起手来？我那时候就直言判断一定会。为什么？因为2个部分，第一，陈亭妃自己也点到了，这个台南市是赖清德总统的本命区。如果说今天本命区2026年调的话，赖清德党主席的位置确实岌岌可危。第二，这也攸关于2028年的总统连任的一部分嘛。那再者，你看现在这所谓的这跟郭信良的这个关系，如果说真的选民很 care 很重视的话，那其实到最后的这个电话初选民调就不会是陈亭妃出现，也代表是说其实选民台南的乡亲没有那么的重视。那如果说现在不管是背后有赖清德意志，或是林俊宪，或者是说绿营党团他们的意志的话，我觉得真的不需要钻牛角尖，但只要回答一个问题：台南市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想这一个也是我们希望能够政党轮替能够翻转的主要契机。我当时也认为赖清德一定会拉起陈亭妃的手了，不要当时那个李登辉那么讨厌马英九，也得拉起马英九的手。